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叫林霄，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和同学李征怀揣着同样的梦想，创办了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。我是小股东，李征是大股东。我们租下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办公室，墙上贴着手绘的商业计划和产品构思。创业初期很艰难，没有资金，没有客户，电脑是二手淘来的，只要发热就会死机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连续吃了1个多月的白开水煮面，真是1个月不知道肉味。付出总会有回报的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们的小公司慢慢有了起色。接到第1个订单时，我们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，像孩子般在地板上打滚庆祝。随着公司一步步发展，规模开始扩大，前几年还建了好几个分厂。我作为公司大功臣之一，我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。董事会在关键决策上会征求我的意见。我以为自己只要不犯什么错误，就可以在公司等着退休了。然而，一个意想不到的通知打破了我的梦。那天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，却收到了人力资源部的通知，董事会决定裁减部分岗位，我被列入其中。我愣在原地，手中的文件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林总，下属冯浩的脸上闪过一丝怪异。我几乎说不出话，心底涌起无法言说的愤怒和不甘。我立马拿出手机给老板李征打电话，然而他电话一直打不通。这时候，秘书小丽走来告诉我，说他出差去了，可能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我听了冷笑一声，昨天我还得知他在三亚休假，他是故意躲着我。既然是老板的意思，我无话可说。我走出办公室时，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有人低声议论，有人幸灾乐祸。离开公司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冯浩他在笑，他是老板的小舅子，一直渴望我的位置，如今总算如愿以偿。我在心里大骂李征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把亲戚都安排过来，公司迟早会毁在你手上。一开始，我还试图维持体面，我不甘心就这样被辞退，于是我穿着笔挺西装去见几个老客户，想和他们寒暄几句，却被客气地送走。看来李征早就和老客户打好招呼了。很快，我便彻底放弃了伪装，我如同行尸走肉般生活。每天早晨从醉酒中醒来，望着镜子里日渐憔悴的自己，我几乎认不出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创业者。街角的便利店，深夜的酒吧，寂静的公寓，成为我与现实唯一的联系。小区门口的小超市老板见到我脸上会露出开心的笑容，直接搬出1箱啤酒。林哥，还是老样子。夜里，我常常一个人蹲在路边，看着汽车呼啸而过，有人指指点点，这不是林总吗？怎么混成这样了？我低头点烟，假装没听见。母亲来看过我一次，她握着我的手，眼泪直流。萧子，你不能这样颓废下去。我勉强笑笑，妈，我没事。可等她走后，我独自抱着酒瓶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失声痛哭。而就在我几乎习惯了这种颓废生活时，一通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平静。林霄，公司需要你回去。电话那端，老板的声音冷静而坚定，却带着难以言说的威慑力。我沉默片刻，回想起自己这3年的沉沦，内心的怒火和悔恨交织在一起。我本想拒绝，然而老板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再次陷入沉默中。思索再三后，我点点头。第2天清晨，
我故意穿上一件陈旧的西装，踏入了久违的公司大楼，空气里依旧弥漫着熟悉的消毒水味。电梯门缓缓关闭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不知不觉，我鬓角已有丝丝白发。大厅的灯光明亮而冷漠，前台的接待员微微欠身：“林总，欢迎回来。”我点头示意，步伐坚定。电梯缓缓升起，直达顶层。会议室里，董事会已经就座。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怔住了。林霄，有人惊讶出声，旋即换上冷漠的神色。怎么，他还敢回来？冯浩坐在主位旁，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哟，这不是林总吗？3年不见，变化挺大啊。这西装挺好的，只是怎么还有个补丁？众董事会成员听了后一阵哄笑。我不动声色，在长桌尽头落座。会议室顿时安静片刻。林霄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一位年长的股东开口。你早已不是公司管理层，董事会没有你的位置。我淡淡抬眸，当然有我的位置。呵，别开玩笑了。冯浩冷笑。你现在什么身份？股东。我回答。他们一愣，随即有人嗤笑。股东？3年前你早被裁员，哪来的股份？我轻轻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，声音平静。我持有公司56%的股份。话音刚落，全场寂静。冯浩最先缓过神，他急切翻阅文件，确认上面的签章和公证无误后，脸色瞬间煞白。怎么可能？56%？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控制权，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随意调动我，甚至意味着我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。冯浩试图保持镇定，嘴角勉强抽出一丝笑。林总，我们没想到您持股比例。我轻轻打断。意外吗？冯浩没有说话，脸憋得通红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我缓缓揭开了3年前的秘密。老板曾怀疑核心配方被对家窃取，为了研发第2代配方，他故意把我裁员，让我在外部观察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。冯浩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一旁的财务副总霍明低声咕哝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故意装作没听见。会议结束后，冯浩找到我，他露出一丝笑容。今天会议上是我口气不对，还请别介意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你有股份，我有管理经验，我们联手，何愁公司不更上一层楼？我侧头看着他，那副殷勤笑脸在我眼里分外讽刺。合作？我冷笑一声。3年前，你坐在我办公桌前偷看文件时，怎么没想到合作2个字？冯浩的笑容瞬间僵硬，眼中闪过一抹惊惧。他慌忙摆手：“林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哪敢？”我没有再理他，径直走进电梯，回到办公室。窗外的落地玻璃映出我的影子。这间办公室3年没变，桌角甚至还留着当年的划痕。可我知道，这里早已不是我离开时的模样。桌上放着一份匿名快递，撕开包装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。冯浩深夜在酒店与一名陌生男子握手，桌上摊着厚厚的文件袋，照片没有署名，却昭示着一个信号：有人在暗中帮我。我心底微微一动，却没露声色。当晚，我约了财务总监霍明，地点在城郊的一家茶馆，清冷安静。林总，好久不见。霍明推开包间的门，笑容客气，却透着几分谨慎。我抿了口茶，淡淡开口：霍总，这3年公司账务情况如何？据我所知，几笔大额资金流向不明，你应该解释一下。霍明手一抖，茶水险些洒出。
他忙不迭掩饰：“啊，林总，账目复杂，您3年没在公司，不清楚也正常，是吗？”我缓缓将一份打印好的账单推到他面前。半年前，公司研发经费转出2000万，表面是原料采购，但供货方是一家空壳公司，注册地址在开曼群岛。霍总，这笔钱去哪了？霍明额头冒汗，眼神闪烁不定。我不急不缓地继续。再比如1年前，公司海外账户突然多出几百万美元资金流入，备注写着技术咨询费，咨询对象是谁？能否给我一个解释？霍明的笑容逐渐崩塌，脸色煞白。我心里冷笑，表面却淡淡一笑。霍总，我会给你时间准备，明天把所有账目带到我办公室。要是解释不清，我顿了顿，声音如刀锋般冷冽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谁知霍明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，我顿时傻愣在原地，直到他离开好一会儿，我才缓过神，内心仍然不免泛起千层浪。我一个劲自言自语，霍明说的是真的吗？深夜，我独自驾车驶回，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尾随而来，车灯晃眼，距离越来越近，我心里一沉，猛打方向盘，拐进一条僻静小巷。那辆车紧追不舍，我猛踩刹车，车身剧烈一震，车门被猛力拉开，2名黑衣人扑上来，刀光闪烁，我下意识抬臂格挡，手臂被划出一道血口。生死瞬间，我猛然抽出座椅下的铁棒，狠狠砸向对方，惨叫声响起，黑衣人踉跄倒地，另一人见势不妙，拔腿就跑，钻进夜色中消失。我喘着粗气，看着地上的刀子，眼底掠过寒光。有人急了，有人不想让我活着查下去。我拨通电话，李征，我们得加快行动，内鬼已经开始狗急跳墙。夜里，我和李征坐在他的办公室，落地灯下，气氛凝重。冯浩只是个棋子。我开口，我知道。李征点了点头，目光锐利，背后的人一定是霍明。我沉吟片刻，眼神深邃，不仅仅是霍明。李征抬起头，盯着我，你怀疑还有其他人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将一份厚厚的资料递到他面前。那是我3年来暗中收集的证据，转账记录、暗访照片、电话录音。其中一份尤为刺眼，一家海外医药集团的内部备忘录，清楚记载收购天盛的条件是拿到第2代配方。李征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果然是他们。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3年前，第1代核心配方研发进入最后关头，就在此时，我们发现实验数据提前被竞争对手抢先发布，那意味着公司内部有卧底。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内鬼引出来。李征当时说。于是我们设计了一场戏，我被裁，彻底从公众视野消失，外界都以为我落魄潦倒，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。正好借此，我开始追查资金流向、卧底名单。3年里，我一边假装在酒吧买醉，一边在暗中接触业内人士，收集蛛丝马迹。我还刻意制造出放弃研发的假象，让卧底们放松警惕。他们以为我已经被废掉，实际上，我和李征一直在秘密研发第2代配方。如今，配方已成，时机终于成熟，但事情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。就在我们沉思时，李征的电话骤然响起，他接起，脸色当即变了。什么？核心实验室被闯入？我心头一震，猛地站起。电话那头传来慌乱的汇报。深夜时分，
有人持内部通行证进入实验室，直奔第二代配方的冷库。幸好保安及时发现，但嫌疑人逃走时留下了一只手套、内部通行证。我咬紧牙关，能进冷库的不超过5个人。李征沉声道：“其中一个就是霍明。”第二天，公司上下人心惶惶。我当众宣布，将进行全面内部审计，所有高管必须交出过去3年的通讯记录与财务往来。大厅里议论声四起，有人愤怒，有人惊恐。就在此时，一封匿名邮件再次送到我的电脑里。邮件只有一句话：真正的叛徒不是冯浩，也不是霍明，而是你最信任的人。我盯着这句话，背脊发凉。是谁？李征？怎么可能？第二天，我约李征在公司顶楼的会议室见面。我开门见山：李征，告诉我，这些账目你都参与了？李征微微一笑，眼神深邃：林霄，你误会了，你看到的只是表象。我皱起眉：表象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资金流向海外账户？为什么核心实验室遭到入侵？为什么第二代配方差点被窃取？李征叹了口气，坐下。好，我告诉你真相，但你必须保证，你听完之后不会立刻做决定。我冷哼一声，内心却在燃烧着不安。我只想听清事实。李征缓缓开口：3年前，我确实拿走了部分账目资金，把它们暂时隐藏起来。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保护公司核心实验室的入侵，其实是对我们内部安全系统的模拟演练。我需要确认谁是真正的卧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低沉：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霍明又是什么角色？他为什么指控你？李征的脸色微微一变。霍明，他以为自己掌握了核心配方，但实际上他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。他以为背叛我就能掌控公司，殊不知真正的操盘手一直隐藏在更深处。我心底一惊：更深处？你是说公司里还有第三方？李征缓缓点头：正是，那家海外医药集团早已派人潜入公司，他们利用冯浩、霍明做掩护，想偷走第二代配方。得知真相后，我的心久久才平静下来。说实话，李征确实很厉害，我不得不佩服，他才是公司真正的定海神针。很快，方警方带走了海外集团的卧底，冯浩和霍明也被正式拘查。李征走到我身旁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林霄，终于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点点头，不过我做出了决定，把股份让出了一部分，最终我持股40%，李征持股41%，其余股份留给了其他股东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项目奖从10万变3000，我隐忍。辞工后，董事长亲自上门，我没空。午后的阳光很毒辣，透过百叶窗，照在实验室的地面上，刺得人眼睛发酸。空气里弥漫着烘香散发的浓重塑料味和金属机油味，闻起来非常难受。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若是常人早就忍受不住了，但我还在坚持，因为马上就要发项目奖金了。这是一个大项目，付出的辛苦不用说，听说奖金不少，所以我一直干劲满满，就指望他还房贷了。此时，我正在电脑前做着最后的性能分析报告，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。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是王经理。他穿着深灰西装，一只手插在裤兜里，另一只手提着一叠牛皮纸信封，
嘴角永远挂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大家辛苦了啊！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拉长音调。项目奖金发下来了。几个同事听到后立刻抬头。我听了在心中一喜，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了。这是3年前与某高校合作的大项目，主攻高性能塑料配方研发、试产、调试、验证，每一步都很艰辛。好在最后成功了，不仅客户满意，还拿下了一个行业奖。合同里明明白白写着，项目完结按成果等级发放18万元奖金，主研分得60%，换算下来，我至少也该有10万。王经理走到我面前，把信封往桌上一放，手指轻轻敲了2下。林工，这是你的。我伸手接过，明显感觉到不对劲，这分量太轻了。我连忙拆开一看，一股凉意从脊背窜上来，怎么才3000？我抬起头盯着他，王经理，是不是发错了？他眉毛动了动，但很快恢复笑容。没错，就是3000。公司最近效益不太好，大家要体谅一下嘛。可合同里，我压低声音，他用力拍了拍我肩膀，年轻人别太死板。公司有难处，大家都体谅下。等下个项目我一定帮你们多争取些。我想说话，他已经转身离开，笑着走向下一个人，嘴里还寒暄辛苦辛苦。手里的信封像块烫手的铁，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。我脑子里闪过老婆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在病房笑的样子，又闪过银行卡里那可怜的余额和月底等着扣款的房贷账单。我深吸一口气后强压心头怒火，犹豫一番后才把信封塞进抽屉。不争不代表认输。回到家里，我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，因为我怕她担心，只是说项目延期，奖金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才发下来。妻子很温柔，对我很体贴，她笑了笑，叫我多注意休息，钱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够花就行。我听了很感动，同时右手不由自主紧握，发誓要讨回属于我的奖金。当天晚上，我深思良久，直到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后才睡下。第2天上班，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相反，在工作上我愈发拼命。别人加班到8点，我咬牙坚持到10点。别人能拖到下周的试验，我2天就交差。王经理看在眼里，对我不住点头，鼓励我好好干，他会给我争取一个提干名额。我听了连忙言谢，说自己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信任。配方研发是个细活，比例哪怕差上0点几个百分点，成品性能就会有很大的差异，所以我做事异常谨慎。此外，虽然工作很忙，但我还自告奋勇去跑供应商，解决原料延迟的问题。甚至有一次，周末凌晨2点，实验室的烘箱突然报警，那时我已经进入梦乡。接到电话后，我毫不犹豫赶过去，把温控器重新调试好。第2天，王经理在例会上当众夸我是学习的榜样，同事们看着我，有人钦佩，有人摇头。小李悄悄问我：“你不气啊？奖金的事就这么算了？”我笑了笑，气有什么用？日子得照过。他没看见的是，我捏着笔的指节已经泛白。这种日子持续了半年，王经理对我愈发满意，表面上把我当主心骨培养，实则笑里藏刀。几天后的例会上，王经理坐在会议桌的正中，桌上的茶杯热气袅袅，茶香混着空气里的塑料味，让人有点反胃。他扫视一圈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公司接下来要推行轮岗制度，让年轻人
多接触不同的工作内容，这样才能全面发展。我心里一动，直觉不妙。果然，他顿了顿，又露出阴翳的笑意，开口道：“林川，你技术基础扎实，这次就调到原料检测组，带带新人。原料检测组是个边缘部门，每天的工作内容很简单，检测入场的塑料粒子和添加剂是否合格，既不涉及配方研发，也碰不到项目核心。”我微微皱眉：“王经理，配方组那边的几个项目还没完成呢。”他摆手打断我：“你放心，我会让老刘接手。年轻人不能老是守着一亩三分地，要有大局观。”那一刻，我看着他眼底闪过的那丝得意，心里已经明白过来，他担心我羽翼丰满，然后踩在他头上。这一招够损，不过我没有生气，再一次隐忍了。会议结束时，我笑着点头：“好，我服从安排。”王经理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回到座位，我开始收拾桌上的资料。调到检测组后，工作变得单调无趣，每天就是称样、烘干、分析数据。同事们背地里纷纷替我抱不平。小李来找我：“林哥，你就这么算了？”我笑了笑：“一切听从领导安排。”他叹叹气后愤愤地走了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几天后的早上，我走进办公室，把一封打印好的辞职信轻轻放在王经理桌上。他正低头看文件，抬眼看到信，愣了一秒，然后笑了：“怎么想到辞职？外面有人挖你，想换个环境。”我平静地说。他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：“年轻人出去闯闯也好，不过记得常联系。”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笃定，好像认定我出去后会混得不如现在。我只是笑笑，没有解释。离职手续办得很快，我把所有电脑文件、实验记录、样品报告都整整齐齐交上去。收拾好东西，我背着双肩包走出厂门。阳光有些刺眼，厂区外的风吹过脸颊，我的心情无比舒坦。经过停车场时，我看见王经理正跟人说话，神情轻松。他甚至冲我摆了摆手，像是在嘲笑我，又像是在诅咒我要失业。我微微一笑，并没有说话。离开工厂后的头几周，我并没有急着找工作，妻子一如既往体谅我，叫我先在家好好休息。那一刻，不知为何，我眼泪在不住翻滚。我紧握拳头，发誓要让妻子过上好日子。此后几天，我每天陪妻子去菜市场买菜，周末了带孩子在小区花园玩。小区的邻居得知我失业后，纷纷在背后议论我。面对闲言闲语，我并不生气，因为我有一种预感，机会马上就要来了。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正和妻子在厨房摘菜，手机突然震动。果然，我的直觉应验了，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。我还没开口，对方就火急火燎开口道：“林哥，是我，小李。你那高耐冲配方出大问题了。”我皱了皱眉：“什么问题？”小批量试产时还好，可一上大线，性能直接掉到指标线以下。我们试了3天，怎么调都不行。客户那边已经炸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背景声，我听到有人焦急地在大喊：“快快快，把这批停了！”我抬眼看了看窗外的暮色，心里涌起一丝冷笑。电话刚挂不久，又一个陌生号码打来，是董事长的秘书，声音客气却带着急切：“林工，董事长想请您回厂看看，您方便吗？”我淡淡道：“我已经离职了。”他一愣，急忙补充：“这次真的很急，
客户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1周内解决不了，就按合同赔违约金300万。我没有直接答应，只说我最近挺忙的。据小李后来跟我说，那几天厂里一片乱象，王经理亲自带队在车间救火，调试温度，延长搅拌时间，甚至换了3批原料，可成品依旧差那么一点，永远过不了质检。客户天天打电话催货，最后一次甚至直接威胁，再拖1天，我们就换供应商。王经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死活找不到问题出在哪。因为我对配方动了手脚，半年前我悄无声息地掌握了3个配方，这些配方都涉及到了高耐冲、低温韧性、透明阻燃等关键性能的调控。最主要一点，这3个配方的开发周期长，技术难度高，调试过程几乎全是我一人完成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不点头，没人能在短时间内复现它们。面对董事长秘书的电话，我丝毫不动，让他安静地震动到自动挂断。我知道，他们越急，我的筹码就越大。猎物被困在陷阱里时，不用你追，他也会自己回来求你。第3天傍晚，天色刚暗下来，门铃响了。我抱着刚洗完澡还带着奶香的孩子去开门，门一开，站在那的竟是董事长。他平时总是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，如今外套却有些皱，领带松开了2格，额头冒着细汗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。林川，打扰了。他一进门，目光就忍不住扫向客厅的茶几，像是找一个能坐下谈的地方。我示意他坐沙发，自己抱着孩子在一旁的摇椅上坐下。这次公司是真的遇到难关了，他没有绕圈子。高耐冲配方的大订单，你是清楚的，客户已经发了最后通牒，1周内解决，否则赔300万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手里轻轻拍着孩子的后背。我知道你离职是有原因的。他叹了口气，可不管怎样，这配方是你开发的，现在只有你能解决，你帮帮忙，多少钱都好说。我淡淡的摇头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那你说，是因为什么？有些事，不是一句帮帮忙就能翻篇的。我看着他，语气不急不缓。3000块的奖金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董事长沉默了一瞬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目光闪了闪。好，是我们管理上的问题。他语气愈发柔和。你开条件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绝不含糊。我抱着孩子起身，把他送进卧室，交给妻子，然后回来坐到董事长对面，身体微微前倾。我要回去，而且直接担任研发部负责人，不受王经理的管理。他盯着我，几秒后，他咬牙点头，成交。走到门口送他时，他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：你真有把握3天内解决？我笑了笑，我自己研发的东西，当然有把握解决。第2天一早，公司发布一条公告，瞬间掀起了巨浪。公告标题：林川任研发部负责人，直接向董事长汇报工作。公告一出，整个公司炸开了锅。研发部里，有人对着公告傻笑，有人低声嘀咕，还有人干脆拍桌子喊：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半年前还被调去原料检测组的边缘人，如今直接空降回研发部，还越过经理，只管整个部门。这剧情比电视剧还精彩。上午例会，董事长亲自带我走进会议室。王经理坐在会议桌另一侧，脸色僵硬。林川接下来会全权负责研发部的工作，你们全力配合。董事长的语气不容置疑。王经理勉强笑了笑，
声音有些干。林工回来帮忙是公司的福气，可他握着笔的手关节已经泛白。我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王经理，以后多多指教。他沉默不语，脸色异常苍白。午休时，研发部的人围着我问这问那，眼里全是兴奋和好奇。有人笑着说：“林工，你这是王者归来啊！”我只是摆摆手，少看电视剧，赶紧把项目资料准备好。今晚加班。那天下午，我进了实验室，空气里那股混合了塑料和机油的味道一下子涌进鼻腔，仿佛我离开这半年只是做了一场梦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走进来，不再是配方工程师，而是研发部负责人。几个工程师站在试验台前，神情紧张。桌上摆着最新一批生产的高耐冲材料样品，切片测试的冲击强度值赫然低于指标线。我扫了一眼数据，心里已经有数。我卷起袖子，拿出一本旧笔记本，然后放到台面上，翻到对应的页面。这笔记本里有我几年的心血，按照这份工艺曲线重新调试一次。我指着温控和搅拌时间，小李看了一眼，眼睛瞪圆。原来是这一步，怪不得我们之前怎么调都不行。王经理站在一旁，脸色铁青，却什么都没说。他当然清楚，靠反复试验也能调好，只是要浪费1-2个月。到那时，客户早就跑光了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几乎没怎么离开实验室。白天调试，晚上验证，循环往复。第3天傍晚，质检室送来最新的检测报告，各项性能全部超标，甚至比当初的实验数据更稳定。董事长亲自跑到实验室，拍着我的肩膀：“干得漂亮！客户那边已经确认继续合作，项目交付稳定后。”我以负责人身份开始清查研发部的财务与资料，没花几天，我就发现了王经理多年的小动作：虚报原料采购价格，重复报销差旅费，甚至暗中把部分研发经费转到关联公司账户。我把所有证据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报告，递到董事长手里。看完后，他沉着脸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放心处理。”1周后，公司公告，王某调任仓储管理部副经理，负责原料仓储及物流工作。消息一出，整个公司沸腾，从研发部一言九鼎的经理到仓库看库存，这落差比辞退还狠。那天午休时，我经过仓储办公室，王经理正低头整理单据。听到脚步声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复杂，有愤恨，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惧意。我只是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，回到研发部办公室。我端起一杯黑咖啡，轻轻呷了一口，目光透过窗户，望向远处厂区里整齐运转的机器。这一切曾经让人压抑的地方，如今终于成为我的战场。回到家，妻子得知我升迁后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我笑了笑，说我运气好。此后，在我的带领下，研发部的成员逐渐恢复了活力，大家开始愿意为项目贡献创意和热情。那种被信任和尊重的感觉，像是一场久旱后的甘霖，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。而我也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